此时高速公路上还有车辆，偶尔有车经过，对这个把车停在应急车道的女人也并不在意。虽然应急车道理论上不让停车，但山里的高速公路监控较少，再加上车流量也不大，风景又好，所以常有开累了的司机选择一段风景优美的路停下来在路边看看风景，所以大家也都见怪不怪。匆匆经过的车辆对吴飞燕见怪不怪，而吴飞燕却看着横跨2座山链接2个隧道之间的100米高桥犯了难。他知道这里是整条高速公路距离师尊当年闭关之地最近的点，但是由于这一带几乎没人居住，所以这里前后几十公里都没有高速出口。也就是说，自己想最快速度抵达目的地，就只能从这里跳下去，否则的话就只能在前面几十公里外的高速出口下去，然后耗费至少1-2天的时间用来走山路。对吴飞燕来说，从这里跳下去轻而易举，但是人下去了，车如果还留在这里，必然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随便哪个热心的司机发现一辆车停在桥边，内外空无一人，恐怕都会认为有人在这里寻了短见。一旦他打电话报警，警察必然会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现场。他们会先想办法确认桥下有没有人坠落的痕迹，甚至有没有尸体。而自己从这里一跃而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伪装成没有半点痕迹。若是让警察发现，确实有人从这么高的桥上跳下去，而且人不仅没死，还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查个水落石出。如此一来，他们就会通过这辆车在高速公路被拍摄的各种照片来确定驾驶人员的相貌，然后再不断通过来时的线索反推。吴飞燕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既然入了室，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躲不过现代社会的各种监控，所以他的想法是留下影像资料没问题。华夏10几亿人口，自己的影像资料在这里就像是沧海一粟，并不危险，只要自己别因为某些事情引起国内警方甚至更高层的注意，那自己就能够全身而退。所以他现在想要实现的就是如何带着这辆车一起从这座桥上消失。车他很熟悉，即便是在南极洲边缘的那座岛屿上，他也经常驾驶各种车辆。虽然这么多年不曾离开那里，但不妨碍他对这个世界的科技了如指掌。正因为对车十分熟悉，吴飞燕在思忖片刻之后想出了一个对策。随即他双目微闭，强大的灵气自体内奔腾而出，立刻汇入那辆越野车中。紧接着他放出神识查探周围，默默地等在原地，直到他神识覆盖范围内没有任何其他人和车辆出现，他才忽然间睁开眼睛，双手虚空向着那越野车猛然一推，口中大喊起。话音刚落，越野车仿佛被风吹起一般，翻滚着便腾空而起。诡异的一幕也在这一瞬间发生，重量超过2吨重的越野车在这一瞬间仿佛成了纸糊的一样，一边翻滚一边缓慢下坠。吴飞燕的灵气始终将越野车牢牢包裹，让这越野车以极慢的速度缓缓下沉。但这种纯粹利用灵气隔空操控几吨重的物体，对吴飞燕的灵气损耗也非常大，所以在越野车下坠到桥面以下的时候，他立刻将包裹全车的灵气改为只包裹越野车的油箱与电瓶。这一瞬间，车辆下坠的速度忽然加快，紧接着便轰的一声，重重砸在地上，一路砸断诸多树枝。不过好在油箱与电瓶都被灵气保护，所以车虽然摔得整体变形，玻璃碎裂，但并没有起火爆炸，所以一阵撞击声后，山谷中很快便又趋于平静。而后吴飞燕纵身一跃，
整个人不紧不慢地缓缓落在地上。山谷里各种树木丛生，越野车直接在茂密的树林上砸出了一个缺口。吴飞燕心念一动，灵气裹挟着大量被砸断的树枝，便将这辆越野车盖了个严严实实。随后他整理了一下衣摆，头也不回地向着大山深处走去。与此同时，双狼所有的监控视频已经被孙之洞的属下转存到了一个特殊的云服务器上。孙之洞将云服务器的地址和蜜月给了林婉儿之后，林婉儿便在自己的闺房中与叶晨一起守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回看监控视频。龟背山虽然没有监控，但林婉儿根据吴飞燕上山的时间往前找进山口的监控，很快便发现了吴飞燕的身影。从这个监控探头开始，一直反推到双廊古镇，吴飞燕的所有路线全都在监控范围之内。于是两人轻松便在停车场内找到了吴飞燕驾驶的那辆越野车。在华夏，人尚且有可能躲过监控，但车基本上绝无可能。只要是能过车的路，不敢说全程监控，但进出的主要出入口必然会有。而且道路交通的监控具备号牌识别的功能，它能将车牌号识别出来，所以看似大量的视频与图像资料就能被系统转化成带有明确标签的数据留存在系统内。有了这一层转化，只要输入车牌号，就能够调取这辆车出现在所有道路监控下的视频、图像以及对应的时间节点。吴飞燕从未想过会有人预判到自己去滇南，更没想过林婉儿竟然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演了自己一出，所以她更想不到此时此刻就已经有人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并且开始沿着自己的尾巴寻找自己的线索。仅仅过了几分钟，叶晨和林婉儿就拿到了一个详细的数据。这个数据包含了吴飞燕这辆车近期在所有交通监控系统下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叶晨忽略了前面所有的信息，直接看向最后一条，而最后一条信息显示，这辆车在半小时前刚刚以120公里的时速途径滇南通往10万大山的高速公路一个名叫大山子的服务区，拍摄下车辆信息的监控是服务区外的主路监控。这个监控刚好在服务区的入口与出口之间，也就是说被他捕捉到，就意味着这辆车直接掠过了大山子服务区，继续由主路向着前往行驶。叶晨又看了之前的监控节点信息，发现比较奇怪的是，之前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以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大概每隔5分钟左右就会被监控记录一次，这也就代表这条高速的监控间隔距离大概在10公里左右。而吴飞燕半小时前途径了最后一个记录点，按照他当时的速度推测，他现在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60公里，可是系统上却看不到任何新的记录，这就证明吴飞燕的行驶状态大概率发生了变化。于是叶晨立刻查询了大山子服务区自西向东方向的下一个监控位置，发现下一个监控就在22公里的位置上。吴飞燕如果保持120公里的速度，他早该在10几20分钟前就途径了这个监控区域，可是他的车辆却没出现在这里，这也就意味着他要么把速度降低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要么已经在这22公里中的某一个路段停了车。叶晨在卫星地图上将这一段位置截图出来，对一旁的林婉儿说道：“我们再等等看，如果吴飞燕迟迟不在下一个监控点出现，那他大概率是已经在这一段路中间离开了高速。”林婉儿道：“这22公里高速公路没有服务区，也没有出口，如果他从这离开，唯一的可能就是直接步行离开高速公路。
叶晨点点头，又道：这里几乎全是高架桥与隧道，他要离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直接从高架桥上跳下去。林婉儿赞同地说道：高速公路不可能这么巧就修到施工当年闭关的地方，吴飞燕必然要先通过高速公路找到距离最近的点，然后再骑车徒步。叶晨道：所以你施工当年闭关的地方应该离这22公里的高速公路不太远。林婉儿问他：公子觉得我们接下来应当如何？叶晨道：最热血的回答是现在就杀过去寻找他的下落，但从实际情况来说，我实力不如他，而且他已经见过我们，如果我们再一次出现在他面前，必然会被怀疑。所以我的建议是的，如果吴飞燕在这里弃车，那我们就没办法再追踪那辆车了，就在金陵等吴飞燕重新进入我们的视线。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新上线，需要你的支持与观看。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